在当下快节奏、高压力的现代社会中，废掉似乎成为了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现象。很多25至50岁的职场人士不知不觉中就落入了废掉的陷阱。及早觉察自己身上出现的废掉迹象，对于每个人的职业发展和人生进步都至关重要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那些潜在的危险信号吧。1、丧失学习的欲望。还记得刚进入职场时的你吗？对知识的渴求，对新事物的好奇，那股对未知领域探索的劲头。然而不知从何时起，你开始安于现状，不再有进取心了。每天机械式地重复着手头的工作，但内心深处其实惶恐不安，因为你知道停止学习新事物意味着正在逐渐落后于时代。曾几何时，你痴迷于在专业领域成为佼佼者，如饥似渴地汲取养分。可如今求知的激情消退了，新知识不再能令你兴奋，你感到疲惫和倦怠，懒得去看一篇文章，上一堂网课，似乎什么都提不起你的兴趣。你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在废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2、毫无计划和目标。活在当下本是很多年轻人的座右铭，但不知不觉间，你好像把它理解成了得过且过。每天浑浑噩噩，完全不去思考明天、后天、下个月将如何度过，更遑论未来1年、3年、5年的规划了。没有了奋斗目标的支撑，你感觉生活失去了意义。短期内没有小目标来鞭策自己前行，又没有长远的人生蓝图来指引方向，你在一片迷雾中徘徊，渐渐迷失了自我。这种状态很危险，因为它消磨一个人的斗志，让你丧失追梦的能力。没有梦想和憧憬，你的心灵就无处安放。渐渐的，虚度光阴竟成了常态，而你早已忘记了奋发向上的滋味。3、做事拖延。还记得大学时熬夜赶论文的日子吗？即便很累，你依然可以如期完成高质量的作业。但如今的你，似乎总是把所有事往后推。本可以今天完成的工作，你偏要拖到明天；原本只需1个小时就能搞定的任务，你愣是磨蹭1下午才勉强结束。做事效率一落千丈不说，就连开始一项工作都要耗费巨大的心理建设。你为自己找了一堆托词，没有灵感，状态不好，时机未到，殊不知这只是懒惰和拖延的借口罢了。更可怕的是，很多事你都是半途而废，刚起个头就丧失了兴趣，结果是项目堆积如山，可你却一个都不想碰。渐渐的，身边的人都觉得你不可靠，大家不再愿意把重要的事交给你，而你也对现状习以为常，全然不知危机正在临近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4、懒惰成性。从前你是个特别勤奋的人，一丝不苟，任劳任怨的工作态度赢得了所有人的赞誉。可不知从何时起，懒惰的魔咒悄然缠上了你。如今的你总喜欢偷懒，该完成的日常工作你能拖就拖，能避就避，即便最后被催着不情不愿地去做，也是草草了事，马虎敷衍。你还常常告诫自己，干嘛要那么累，反正领导也不会在意，差不多就行了吗？你渐渐丧失了对工作的热情，只想获得最大收益，付出最少努力。什么主动请缨、积极进取，跟你统统没关系。就连最基本的工作要求，你也常常无法达标，导致绩效一落千丈。久而久之，你在同事眼中几乎等同于废物。5、生活作息混乱。还记得大学时的美好时光吗？每天早起晨跑，精神抖擞地去上课、社团活动，晚上午夜12点准时上床，生物钟简直精准得不可思议。可不知不觉间，紊乱的作息成了你的常态，晚上熬到凌晨3、4点，第二天中午才醒，吃饭没有规律，饿了就胡乱对付一通，日夜颠倒，昼伏夜出，仿佛时间对你失去了约束力，生活完全脱离了正轨。这样的状态持续下去，对身心健康危害极大。
频繁熬夜让你的精神状态每况愈下，白天昏昏沉沉，夜间又无法入眠。三餐不定时更是把胃折腾得一团糟，胃病常常发作。可纵使身体一再示警，你还是无法回到规律的生活节奏，仿佛已经被混乱的漩涡吞噬。6. 逃避责任和义务。曾几何时，你是大家眼中最靠谱、最有担当的人。领导交办的任务，你总能出色完成；同事遇到困难，也总能指望你伸出援手。承担责任似乎是你的本能，内心的道德律令你无法推诿。可不知从何时起，你开始逃避责任，对应尽的义务敷衍了事。领导安排的工作你能推就推，就算最终被逼无奈接手，也只想速战速决，随意应付。至于同事求助，你通通以没时间、太忙了搪塞，仿佛多管闲事就是天大的负担。对集体的事，你越来越冷漠，对他人的期许也不再放在心上，少担责任就能过得轻松成了你的信条。你不再愿意付出额外的努力，也对团队漠不关心。私心日益膨胀，责任感和担当一点点被蚕食殆尽。7. 意志力和自控力薄弱。还记得年轻时的你是如何抵御诱惑的吗？面对纸醉金迷，你坚定地说不；面对歪门邪道，你毫不犹豫地拒绝。凭着超强的意志力和自控力，你在五光十色的世界里从容前行，一往无前。可如今，你在诱惑面前溃不成军。周末约好学习进修，却被朋友3两句就勾去喝酒，立下每天锻炼的目标，才坚持2天又被懒惰打败。你开始质疑，难道我真的已经没有自制力了吗？你尝试着重拾自律，可一次次失败让你对自己彻底失望，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轻而易举地瓦解你的意志。你无力管理自己的生活，做什么都无法坚持，半途而废成了常事。你开始习惯被动，也不再相信自己有战胜诱惑的力量。考验来临时，你不是选择对抗，就是干脆躺平投降。渐渐的，你连抵抗的勇气也失去了。8. 固步自封。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抗拒改变的？好像自从步入30岁，你就再也接受不了任何新鲜事物。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，你都秉持着老办法最可靠的原则，对创新嗤之以鼻。领导提出优化流程，你嘴上不说，心里直嘀咕，又来折腾，还不如老样子省事儿。就连年轻同事无心的分享，你也要泼冷水。小孩不懂事，幻想能当饭吃啊！你自诩阅历丰富，认定只有老一套才是真理。你习惯了原有的思维模式，改变对你而言无异于找虐。你的脑子仿佛进入了只读模式，新知识无法写入，创新思路更是可遇不可求。日复一日，你的思想愈发僵化和保守，对突破和成长也就渐行渐远了。9. 丧失自我提升动力，活着就行了，谁还稀罕出人头地啊？30而立后，你常常听到这样的感慨。很多同龄人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，似乎进入了一个怪圈，明明日子过得不如意，却又懒得去改变，只想得过且过。你发现自己正是其中之一。不知从何时起，你对晋升、加薪、成长都失去了兴趣。每天重复着单调的工作，却毫无突破现状的念头。曾经你还会给自己制定提升计划，而现在连小目标都懒得定了。是什么磨灭了你对自我提升的渴望？或许是初入职场的热情耗尽，也可能是生活的琐事牵绊了手脚。你开始相信天花板的存在，觉得再怎么努力也不过如此。你甘于平庸，不思进取，对现状甘之如饴。上进心熄灭的那一刻，你就正式踏上了废掉的不归路。10. 缺乏时间管理。还记得刚参加工作时吗？你雄心勃勃地列出了长长的 to-do list， 每天都过得紧凑而充实。而如今，你的生活却像一盘散沙，到处都是自己挖的坑，毫无计划可言。因为没有及时规划，很多事都拖到最后一刻才开始，结果要么半途而废，要么错过 deadline。
工作质量自然大打折扣，你在同事眼中也不再可靠。生活中也是如此，约好的聚会忘了去，承诺的事没能做到，种种状况无一不暴露着你糟糕的时间管理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或许是你对自己要求太低，觉得差不多就行，又或者你太容易受诱惑，稍不留神就被琐事绊住。久而久之，你的生活彻底失控，永远处在被动和焦虑的漩涡中。这些迹象你占了几条？如果超过一半，那么恭喜你，你正在成功废掉的道路上狂奔。及早警觉，为时不晚。从现在开始夺回对人生的掌控权，别让废掉主宰你的下半生。11. 人际关系淡漠疏离。还记得刚工作那会儿吗？同事聚餐、朋友 party， 你总是最积极参与的那一个。可不知从何时起，你开始极力避免各种社交场合，宁愿独来独往。渐渐的，你发现自己的交际圈越来越小，朋友一个接一个的疏远，就连必要的工作沟通你都能免则免，更别提主动交流了。独来独往似乎成了常态，可内心深处，你知道这不是你想要的生活。人是社会性动物，良性的人际互动给生活带来快乐和意义。可如今，你却把自己禁锢在孤独的牢笼里，拒绝外界接触。你告诉自己是为了自我保护，可这种自欺欺人终究无法填补内心的空虚。久而久之，废掉的阴影悄然笼罩，你的人生黯淡无光。12. 生活态度消极悲观，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，你总是用这句话来宽慰自己。可不知不觉间，消极和悲观已经成了你的标签。每天醒来，你都要叹一口气，又要面对着糟心的生活。遇到点挫折，你立马自暴自弃，觉得自己就是个废物。别人的善意鼓励落到你耳中，也成了讽刺的调侃。你整个人被负面情绪笼罩，对生活失去了激情和热情。消极的人最容易废掉，因为他们不愿为美好的生活而努力。没有了奋斗的勇气，理想和希望也就渐渐破灭。你开始质疑自我价值，觉得活着简直是种折磨。一旦陷入死循环，万劫不复只是时间问题。警惕呀，别让消极情绪毁了你的下半生。13. 过度依赖电子设备。智能手机、电脑，它们本该是提高生活质量的工具，可不知从何时起，却成了你最亲密的伴侣。下了班，你立马投入手机的怀抱，网上冲浪到深夜。周末本该外出放松，你却宅在电脑前打游戏。朋友聚会，你也心不在焉，手指始终在屏幕上飞舞，虚拟世界成了你的避难所。可现实中，你却是个十足的空巢青年。过度依赖电子设备危害极大，它剥夺了你与外界交流的机会，让你自甘堕落于虚拟的满足中。久而久之，你丧失了社交能力，现实生活一片荒芜。更可怕的是，网络成瘾蚕食着你的时间和精力，让你对学习和工作失去兴趣。如此下去，废掉只是早晚的事。14. 追求安逸，厌恶付出。年轻的时候，你常说要用汗水浇灌出一片天地，可如今，安逸舒适却成了你的头等大事。你开始害怕付出，每当面对需要努力的事，都选择退缩。学习一项新技能太累，参与一个有挑战的项目免谈，你只想做个躺平族，享受最低限度的人生。你告诉自己是在及时行乐，殊不知这种逃避心理正在把你推向深渊。追求安逸本没错，可过度贪图享乐只会让人变懒变笨。你渐渐丧失了奋斗的勇气，每天都在惯性和习惯的漩涡中挣扎，不思进取，碌碌无为，你离废掉又近了一步。人生在世，进步才是硬道理。想要不平庸，就必须主动出击，靠安逸可换不来精彩。15. 三观扭曲，价值观偏差。还记得少年时代的你吗？心怀理想，正直善良，是非对错分得一清二楚。可不知何时起，你的是非观竟变得如此模糊。以前你最看不惯溜须拍马，
可现在你为了利益也能阿谀奉承。从前你最恨小人得志，现如今你却羡慕投机钻营之辈飞黄腾达。曾几何时，你明白诚信为本，如今你却为了蝇头小利出尔反尔，欺骗他人。你的价值观早已面目全非，黑白不分，是非难辨。三观决定行为。当扭曲的价值观主宰思想，你离堕落就不远了。周遭皆是拜金主义、享乐主义的洗脑，你的精神世界日渐贫瘠。种种误入歧途的行为，最终必将引火烧身。到那时，你只能在废掉的边缘苦苦挣扎。莫等覆水难收，尽早扭转吧。16. 生活极度封闭狭隘，每天2点一线，下班回家，关起门来谁也不见，这是你对现状的概括。除了上班，你几乎足不出户，生活圈子越来越狭小。从前你也是个爱交朋友的，可现在除了几个死党，谁也不想再联系，就连亲戚都嫌你老死不相往来，渐行渐远。你告诉自己这是享受孤独，可事实上你只是在逃避社交。日复一日，在如此封闭狭隘的环境中，你的视野和眼界也越来越局限。世界那么大，你却困在自己造的楚门的世界里，创新的思想接触不到，丰富的阅历也与你无缘。渐渐的，你对外界新鲜事物失去了好奇心，成了十足的井底之蛙。这样的状态离废掉还会远吗？17. 身心健康每况愈下。曾几何时，你还是个运动健将，身体素质出类拔萃，可如今体质下降的厉害，3天2头小病缠身。饮食无度是罪魁祸首，外卖、酒席、宵夜、高油高盐的食物是你的最爱，可那些暗藏的热量和脂肪却让你的身材每况愈下。你明知该锻炼，可每次都被懒惰打败，运动永远只停留在口头上。更让人担心的是你的精神状态，频繁熬夜让你白天昏昏欲睡，工作效率直线下降。你开始抱怨工作量大，殊不知这都是自己作息不规律的后果。日积月累，身心俱疲，萎靡不振成了常态。一个人最宝贵的财富是健康，可你对此熟视无睹，任凭自己在死亡螺旋中打转。再不行动，等到病魔缠身时，一切都晚了。趁早醒悟吧，别让废掉毁了你的身心。18. 毫无家庭责任意识。结婚生子后，你是否觉得生活像是被套上了枷锁？从前你是个有责任心的伴侣和父母，可如今你却在逃避家庭义务。下班后，你不是泡在酒吧，就是在麻将桌上耗到深夜。家务、育儿全甩给伴侣一人，自己却不管不顾。孩子渴望父爱，你却视而不见；另一半希望沟通，你却避之不及。渐渐的，怨气在家中弥漫，婚姻危机一触即发。逃避责任是废掉的先兆，你自以为躲开了负担，却不知正亲手葬送美满生活。等到家庭支离破碎、妻离子散时，你只会陷入无尽的悔恨。婚姻和家庭是一生的责任，需要用心经营。别让自私和懒惰毁了一切，从现在开始，好好担起应尽的责任吧。19. 事业止步不前。还记得初入职场时的激情吗？你曾信誓旦旦要在事业上有一番作为，可如今你在单位里却是个籍籍无名之辈，每天都在重复枯燥无味的工作，你对此早已厌倦。可你既不思考如何创新，也不努力提升自我价值，甚至连基本的热情都提不起来。领导交办的任务你能推就推，质量也是得过且过。KPI 始终垫底，晋升无望，你却无动于衷。有时你也会自嘲，说自己是混日子的一把好手，可在内心深处，对现状的不满与日俱增。同龄人一个个高升，你却还在原地踏步。曾经你还奢望过大展宏图，如今看来不过痴人说梦。事业乏味是废掉的征兆，
倘若一味得过且过，你的人生也将庸庸碌碌。与其等待机遇从天而降，不如主动出击。通过学习充实自己，用热情点燃工作，你的事业才能柳暗花明。20. 生活失去意义，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这是你常常问自己的问题。可无论如何思索，生活的意义依然模糊不清。你上班是为了糊口，下班只为打发时间，一天天重复着机械的生活，却看不到未来的希望。以前你还有梦想，现在却连方向都迷失了，仿佛人生从某个节点开始倒带，将你带回原点。没有了奋斗目标，你的生活只剩一潭死水，心中的怅惘和空虚日益加剧，可你却不知该如何填补。于是消极和悲观开始滋生，你质疑自己的存在价值，觉得活着简直是种负担。你开始厌倦这种没有意义的日子，可又无力改变现状。人生在世，不能没有寄托。失去了生活的意义和方向，你离废掉就只有一步之遥。与其在虚无中挣扎，不如尽早觉醒，找到内心的声音，为自己设定奋斗目标。唯有心存希望，脚踏实地，人生才有无限可能。废掉这个词听上去像是老一辈的说教，可细细体味却发人深省。它揭示的是一种可怕的人生状态，停滞不前，逆流而下，直至万劫不复。生活中废掉的影子无处不在，只是很多人习以为常，将危险信号视而不见罢了。有人自我感觉良好，殊不知危机正悄然降临。渐渐的，他们被惰性和无力感吞没，一步步滑向深渊。等到回首往事，追悔莫及时，才发现废掉的铁证如山，丧失学习热情，得过且过，三观扭曲，身心俱疲，种种迹象无疑不再警示，再不行动就真的回天乏术了。那么如何避免废掉的宿命？关键在于自我觉醒。唯有及时审视内心，解析行为，才能发现问题症结。从此刻起，就要立下改变的决心，重拾阅读和学习的乐趣，为人生设定清晰目标，管理好自己的身心，远离网络和其他成瘾性事物，审慎对待金钱、物质和声色犬马，锤炼高尚情操，经营好身边的每一段关系，在付出中收获爱和力量。总之，要以积极人生态度，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。人生漫长，保持进取之心，方能笑到最后。很多人以为混吃等死没什么不好，却不知每一天的得过且过都在亲手毁掉美好未来。与其在后悔中苟延残喘，不如从现在起努力奋斗，拥抱积极向上的生活，你就一定能绽放最耀眼的光芒。废掉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视而不见，麻木不仁。愿这个视频能唤醒更多人，让他们斩断枷锁，挣脱怪圈，重新找到人生的意义和激情。生命只有一次，千万别废掉了自己。相信只要肯努力，每个人都能创造无悔人生，活出最好的自己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